大家好，我是东宝贤辉，今天我们来开个新课啊，讲一讲《电锯人》第2季的第1集。之前公安片的剧情啊，大家可以去网上自行搜索了解啊，我就不多赘述了。这一天呢，在所高校里，田中老师带了一只烧鸡来上课。这只烧鸡啊，虽然脑袋没了，但是它竟然可以行动自如啊，还能吐人言。显而易见啊，它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鸡，它是烧鸡之恶魔。而田中老师表示，接下来的3个月啊，全班同学需要饲养这只烧鸡，最后呢再把它宰来吃了。这种实践课呢，在日本叫做生命教育课啊，据说是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重要性。但是我看电视里这小朋友怎么最后吃鸡的时候表情都很痛苦啊，所以我建议啊，干脆把这个生命教育课换成王刚老师的视频算了。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黄焖土鸡。一道非常美味的黄焖土鸡就制作完成。诶，怎么样啊，小朋友，是不是感觉不那么痛苦啦？非常新鮮で非常に美味しい。我们说回正题啊，因为这个恶魔的强度取决于他人对恶魔的恐惧，而这个烧鸡不仅看起来一点都不吓人，并且还可怜巴巴的嘟囔着啊不想被吃掉，搞得同学们似乎还蛮喜欢他的。但是在教室门口，我们的主角啊三鹰将正摆着一副死马脸啊，看着气氛欢快的众人，心中默念着给老子去死啊！之后啊他便甩门而去。同学们呢也对这个异类啊窃窃私语。三鹰将之所以怨念这么大，并不是因为烧鸡占用了他的课桌，而是他的家人们啊都被恶魔给吃完了，独自走在过道中，各种同学间的抱团行为啊，看着三鹰将是那么的不顺眼。尤其是这儿还有2个在搞双休的，你们怎么不去死啊？果然啊，三鹰将看起来就是那种经典的厌世型自闭症地位娘的造型。到了中午呢，三鹰将和往常一样啊，孤独的在享用午餐。平易近人的班长来到他的旁边，好言相劝。他听着三鹰将不断抱怨啊，什么自己不需要朋友之类的自闭式发言，班长用极度苍白的表情在一旁随声附和。这时呢，三鹰将看到班长的手中啊拿着个电锯人的面包，他不禁抱怨到，这个城市啊已经彻底的完蛋了，连电锯人这种恶魔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偶像。学校还允许饲养什么恶魔当宠物，人类居然可以和自己的生死仇家和平共存，这简直就是毫无底线嘛！哎呀，你这就年轻了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你来3次元看一下嘛，还有人拿爆炸现场当旅游景点的呢。在三鹰将对恶魔们一遍遍的碎碎念之后啊，班长安慰他道：哎呀，没事的啦，你再忍3个月，我们把鸡一杀，你就眼不见心不烦了。结果呢，事情的进展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哦。这个烧鸡恶魔啊，似乎非常自然的就融入了大家的圈子，他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班上的开心果。一整夜的稿纸中啊，所有人都喜笑颜开啊，只有三鹰将的死马脸显得是格外的有个性。全班同学啊，看起来完全都不在乎他的感受嘛，这些屌人根本就不会体会到自己的开心源泉，即是三鹰将的痛苦根源啊。而班上好像只有班长一个人啊，在暗中注视着三鹰将。莫非那班长是个百合？我们快进到3个月之后啊，三鹰将苦苦等待的杀鸡日终于来了。他的脸上也难得显现出一丝复仇带来的愉悦快意，但是没想到班长突然带头站了起来，失策了吧？这种生命教育课当然是要让学生感悟生命的可贵了。同学们现在已经一致把烧鸡恶魔当成了自己的好兄弟了，那怎么还会舍得吃他呢？田中老师啊也流下了欣慰的泪水，真不愧是我的学生啊，你们的成长我认可了。我宣布，从今往后啊，烧鸡就是我们班上真正的一员了，我们不用再吃它了。随着气氛啊被推向高潮，老师直接宣布全班放假1节课啊，下去踢足球庆祝。同学们一窝蜂的就冲下楼去了。自闭惯了的三鹰将显然被这一记友情重拳给打懵了，他连续发了3页的问号，呆坐在教室中发愣啊。
但是再不爽也没有办法呀，山鹰酱最后只能孤零零地躲在远处啊，看着同学们和烧鸡愉快的玩耍。老师和班长呢，看山鹰酱属实有点可怜啊，便招呼他过来一起玩。山鹰酱本来想拒绝，但是平日里他最讨厌的那只烧鸡啊，却直接跳到了山鹰酱的怀里来。烧鸡亲切地呼喊着山鹰酱的全名啊，还邀请他一起玩耍。就是这看似普通的真名呼，奇迹般的解开了山鹰酱的心房。原来除了班长和老师之外啊，还有别人记得自己的名字。受到关怀的山鹰酱心情大好，连远处的同学们看起来也亲切了许多。此刻啊，山鹰酱终于开窍了，原来他并不是讨厌其他群体啊，他只是想融入其中啊，变得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罢了。就在山鹰酱开心地奔向同学们，准备开启他人生的灿烂新旅程之时，吧唧，他表演了个平地摔。山鹰酱迷迷瞪瞪的爬起来一看，倒在眼前的是早已被他压扁、五脏爆裂的同学们的好兄弟烧鸡啊！这时山鹰酱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只看见同学们脸上各种悲伤与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亲手杀害了同学们的家人一样。山鹰酱顿时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种被孤立的黑暗之中，他心中气血翻涌，狂呕一通之后便昏倒了过去。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天山鹰酱连学也不想上了，天天就躺在家里的床上等死。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这种连自己都想孤立自己的强烈自责感。想一想已经入土的烧鸡，再想一想同学们投来的审判目光，哎呀，我真的好想死啊！一阵门铃声又把山鹰酱拉回到了现实中。原来是班长和田中老师上门来安慰山鹰酱，他们设法劝说山鹰酱走出之前意外的阴霾但是就在三人准备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山鹰酱却无意的被面前的红灯拦住了去路。在无人的路口看似无所谓的闯红灯行为，终究成为了一切的导火索。那个看起来最平易近人的班长，他终于忍不了了，他疯狂抱怨起山鹰酱那隐藏在阴暗外表下的纯真善良。就算是做错了事田中老师也是会自动给他擦屁股的。但自己身为班长，明明已经努力的编织了完美的外壳，却还是要被田中老师当工具人来使。要不是田中老师的指使，老子会和你山鹰当朋友吗？可就算是这样自己还是得不到老师的真心即便已经和老师上过床了，老师的心中还是喜欢的他妈的山鹰酱对于这段禁忌之恋我只想表示，真的牛批，还有这种老师的，老子马上举报这个老师。班长积蓄已久的怨念和嫉妒自不必言表。但是更令人恐惧的是，班长的身体正在不断的扭曲膨胀，最后以一个极度猎奇的形象出现在了二人面前。没有错班长为了一己私欲，居然和正义之恶魔签订了契约。他为了和喜欢的田中老师达成 happy end， 连人类的灵魂都要舍弃了吗？说罢，班长就准备拿山鹰酱开刀了。眼看山鹰酱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嘛，班长甚至都准备半场开香槟了。山鹰酱，你只要死了，老娘的人生就畅通无阻了。多亏了这个正义之恶魔是他告诉我的，只要我伸脚绊倒山鹰酱，这样一来就可以害你压死烧鸡，让你彻底社死了。山鹰酱，你就成为我幸福道路上的垫脚石吧，我会感恩你的。说完那巨大的尖刺利爪就挥向了山鹰酱。在最后一刻得知了全部真相的他，一开始是感到震惊，但是就在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毫，山鹰酱竟然奇妙的有些释怀了。原来自己并没有背负杀害亲友的罪名原来孤僻了自己也有人会嫉妒。
原来自己其实和普通人啊并没有什么区别。哎，早知道那样的话，我就不用活得那么自闭了。我要是活得潇洒点啊，现在说不定男朋友都耍了18个了。当然啊，想法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山鹰将那支离破碎的脑壳啊，已经宣告他的人生完结了。等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在那预示着人生的红绿灯之上啊，一个长相怪异的麻雀对山鹰将的尸体说道：“如果你还不想死的话，就献出你的身体来吧。”本来已经死得透透的山鹰将啊，居然完好无损的直挺挺的站了起来啊！疑惑不解的班长和老师正想上前查看，只听得一个傲慢的声音说道：“田中脊髓剑。”不好意思，放错了，这是田所脊髓剑。这个田中老师啊，顿时感觉肉体被活生生的撕裂扭曲，他就像是个手办玩具一样，被扯着脑袋，连着脊髓，带着五脏连根被拔起，最后化作了少女手中的一把利剑。而班长看到眼前这个披头散发、开着轮回眼的女人，刚才那被自己撕碎的脸颊也瞬间复原了。班长无法理解的嘶喊道：“你到底是个什么贵妇啊？”而眼前的少女正散发出一种君临天下的霸气，她高傲的自报家门道：“还什么贵妇？你给我听好了！老娘是战争之恶魔，从现在起啊就要大开杀戒，拿你祭天！”班长他被如此嘲讽，自然是气得半死啊！他冲上去想拍扁少女，没想到双方的战力啊根本就不是一个 level 的。眨眼间，班长那巨大的手臂啊就被少女轻松斩下。少女举起肉块，说了一声“点赞手雷”，肉块就在一通收缩之后啊，真的变成了手雷的形状。班长明明大势已去啊，却还在垂死挣扎。少女不想给你耽误时间了，他举起宝刀田中，以一记漂亮的腰斩啊，彻底结束了班长那憋屈的人生。班长在临死之际啊，还拼了命的呼唤着自己心爱的田中老师。少女也是好人做到底啊，给两位苦情儿办了一场冥婚。我操，藤本老师，你还是后藤寿丸是吧？随着班长和田中完成了阴间接吻啊，少女把手雷抛向尸体，在藤本老师标志性的九转大肠烟花中，战争之恶魔山鹰将，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正式出道了。那么作为主角，山鹰将出道要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他转身看向了墙上的海报啊，电锯人，我他妈来了！你放开我徒弟核武器！为了要找回被电锯人所吞噬抹除的名字啊，战争之恶魔夺取了 JK 的身体，开启了他的奇妙征途。本话结束。